蔣介石做夢都想不到，自己最信任的速記员竟是中共情報员。国民党的每一次高层会議、秘密決策，過不了幾天就會出現在共產黨領導人的辦公桌上，14年間從未間斷。蔣介石到死都沒查出真正的共諜到底是誰，而他卻全身而退。2010年，以95歲高齡安詳離世。他就是在國民党核心機要處潛伏14年的紅色特工沈安娜。他從来不靠偷文件拿情報，而是靠自己的記憶力。沈安娜早年專門學過中文速記，每分鐘能記200字，憑着這手本事，先進了浙江省政府工作。1938年，在黨組織安排下，他打入國民黨中央黨部機要處，成了一名機要速記員。職位不算高，卻有個獨一無二的優勢，所有核心高層會議，他都能名正言順地坐在現場，因為開會必須有人做完整記錄。可這個崗位最忌諱的就是文件無故失蹤。國民黨的機密文件有印製、分發、回收、銷毀一整套流程，少一頁很快就能鎖定經手人。要是沈安娜頻繁把文件帶出去，不僅自己立刻暴露，整個地下聯絡網都得被連根拔起。所以他的情報採集工具從來不是1代，而是速記本和記憶力。他用的是丙熏速記法，還自己獨創了一套簡化符號，把常用的長詞壓縮成只有他能看懂的記號。據人民網資料記載，就算別人拿到同款速記教材，也根本讀不懂他的記錄。明面上是正常的工作底稿，暗地裡就是加密的情報，等於自帶一層天然保護。每次散会，他借着整理會議記錄的本職工作，提煉出核心情報。他拿到的內容遠比一份正式文件有用。會上誰主張推進，誰持保留意見，方案中途怎麼調整，這些沒有寫進最終公文的討論細節和內部分歧，恰恰是判斷對方下一步動向的關鍵。為了把情報安全送出去，她和丈夫華明之組成了夫妻情報組，一人負責搜集記錄，一人負責整理傳遞。組織上實行嚴格的單線聯繫，每個人只掌握自己該知道的信息。沈安娜潛伏14年，連重要領導王學文都只見過一面。1942年前後聯絡中斷，他也絕不四處找組織，照常上班維持身份，寧可暫停送情報，也不冒暴露的風險。那麼他潛伏14年，真的一份原件都沒碰過嗎？當然不是。真正的潛伏高手，不是完全不冒險，而是清楚什麼險能碰，什麼線絕對不能踩。沈安娜不僅拿過原件，還拿到過國民党最核心的絕密反共文件。但他拿文件的方式，別說特務想不到，連諜戰劇都不敢這麼編，不用塞懷裡，不用趁人不備，光明正大就能帶出機關，全程沒人敢多問一句。更厲害的是，他給自己定下了3條保命鐵律，但凡踩中一條紅線，寧可放棄所有情報，前功盡棄，也絕不多走半步。正是這近乎苛刻的分寸感，讓他在國民党核心機要處蹲了14年。蔣介石開會次次在場，卻從頭到尾沒露過一絲破綻。他到底用什麼辦法拿走機密文件？這3條決定生死的鐵律又是什麼？點擊頭像進入主頁，下集為你揭秘紅色速記員14年零暴露的終極生存法則。